Hello， 各位好，免费分享交易知识，热爱并以交易为生。这里是交易生活频道。本节内容原本是作为我们会员教学影片中的一课，但是前一段时间因为忙着交易和处理各种事情，更新节奏较慢。同时，频道也即将达到2万的订阅数。为了感谢各位的耐心和关注，我决定把这一课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各位，全是满满当当的干货。如果你是新朋友，请关注并点赞，这会让我更加有动力分享。本节主要会涉及以下4个知识点的内容：第一，摆动高低点流动性；第二，相对平行高低点的流动性；第三，内部、外部流动性；第四，高阻力流动性和低阻力流动性。在 ICT 原版的体系中，关于流动性的解释为：流动性是市场中买卖双方的未平仓合约。更具体来说，流动性就是在特定价格水平位附近的未平仓合约。在之前的流动性公开课中，我们提到，流动性主要有2种作用：第一，作为潜在的入场点；第二，作为潜在的目标位或者说目标方向。通常，在高点附近的流动性就被称为买方流动性 （buy side liquidity）， 在低点附近的流动性就被称为卖方流动性 （sell side liquidity）。为什么这样命名呢？来看这个价格走势。假设你在这里做多，止损放在下方，那么当价格继续向下跌，你的订单止损，止损单的操作就是卖出。这个很好理解，你做多就是在前面这里买入，期待继续上涨，获取涨幅的利润。但如果价格没有按照预期上涨，而是下跌了，你就要卖出去止损。卖出时，你就为这里提供了流动性，所以这里也被称为卖方流动性 （sell side liquidity）。相对的，在这个价格走势中，如果你在这里做空，止损放在上方这里，当价格没有按照你的预期下跌，而是上涨，你的空单被迫止损，就要买入。为什么是买入呢？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做空的机制，防止有的朋友不太理解。当你做空时，经纪商交易所背后帮你做的操作是先借到对应的资产，比如加密货币对应的币种，借到后立刻先卖出获得现金。这样如果资产下跌了，你平仓就是用更低的价格把卖出的资产买回来，如果资产上涨了，你就是用更高的价格把资产买回来，因为这资产是你借的，买回来之后再把资产还回去。所以做空的止损就是资产上涨后花更多的钱把资产买回来的过程。因此上方这里就叫做买方流动性 （buy side liquidity）。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知识点，摆动高低点流动性。任何一个时间级别的图表，在任意位置的摆动高点的上方和摆动低点的下方都具有流动性，这就是摆动高低点的流动性。第2个知识点，相对平行高点和相对平行低点。像这样2个摆动高点，如果第2个的摆动高点低于前面的摆动点，这2个摆动点就形成了相对平行高点，在上面就有相对平行高点的流动性。相对的，2个摆动低点，如果第2个摆动点高于前一个摆动点，那么这2个摆动点就形成了相对平行低点，在它们的下方就有相对平行低点的流动性。跟前面刚讲到的单独的摆动点流动性相比，相对平行高低点的流动性对价格有更大的吸引力。在很多品种上，价格都不喜欢留下相对平行点，一定会在某个时刻来把相对平行高点或者相对平行低点的流动性获取掉。来看一下实际 K 线中的流动性。在这一页的 K 线中，哪些是摆动点流动性，哪些又是相对平行点的流动性呢？你可以暂停影片自己找一找。这是标注后的流动性，可以看到价格的运行通常就在这些摆动点流动性和相对平行点的流动性之间来回的获取和投递。第3个知识点，内部流动性和外部流动性。这里的内部和外部都是相对于特定区间的，比如在这个价格波段中，它的外部流动性就是这个波段区间的最高点上方和最低点的下方，而在内部的这些摆动点就是内部流动性。
内部和外部流动性有什么作用呢？主要可以帮你辅助分析价格可能去的位置，分析日内的偏见，以及定义你交易的级别。我们来看具体的例子，这是比特币30分钟的图表，价格目前在这个区间内运行，所以上方高点这里就是外部流动性。下面这个摆动点同样也是外部流动性，然后内部的这些摆动点都是内部流动性。注意，上面这里跟下面这里都可以认为是相对平行的高点跟相对平行低点，让价格继续走。可以看到，价格获取了这个相对平行高点的流动性，也就是这里是内部流动性。假如我们在这里找机会做空，我们的止盈可以放在哪里呢？放在下方这里，因为概率最高的地方就是同样也是内部流动性的位置，让价格继续走。可以看到，价格来到了我们止盈的这个内部流动性的位置，获取完流动性之后，立刻掉头，又再次来到上方，获取了上方这里高点的流动性。所以这些内部流动性通常对应的还是内部流动性的位置，你很难精确的判断到底价格会从哪一个内部流动性运行到外部流动性的地方。我们让价格继续走。注意，这个时候价格向上获取了外部流动性，并收回了，中间这里留下了内部的相对平行低点的流动性，这里会吸引价格下来。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做空，止损放在上方，止盈放在最近的相对平行低点这里，但我们也可以继续向下放到下面的外部流动性这里，因为刚才前面提到，内部流动性通常对应的都是内部的流动性，而外部流动性投递到另一边的外部流动性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我们让价格继续走，可以看到价格大幅度向下投递，来到了另一边的外部流动性。这一笔交易我在实盘中也做了，实际的止盈位置放得更远一点，放在了下方的月线低点的位置。第4个知识点，高阻力流动性和低阻力流动性。首先，当价格来到某个位置，如果它没有获取流动性就掉头，我们就认为这样的摆动点是低阻力流动性。相对应的，如果价格到达某个位置，它获取了流动性，再掉头前往另一个方向，就认为这里是高阻力流动性。它们有什么用呢？我们在交易分析中，通常会把低阻力流动性作为目标，把高阻力流动性作为潜在的入场区域，背靠高阻力流动性的位置放置止损。来看这个例子，这是纳斯达克 NQ 的30分钟图表，价格这里在下跌之前获取了这里的流动性，所以这里就是一个高阻力的流动性。我们让价格继续走，这个时候价格在下方这里留下了一个相对平行低点，同时上方这里也有一个相对平行高点，让价格继续走。这个时候价格已经来到了溢价区，就是从这个位置到这里，也就是 0.5 以上的位置 OTE 的区域。因为这里是一个高阻力流动性，所以我们判断价格接下来大概率不会继续上去。获取了这里的流动性，同时下方又有相对平行低点，所以我们在这里背靠高阻力流动性来去做空，止盈的位置放在下方相对平行低点的位置，让价格继续走。价格很快就来到了我们的止盈位。再看一个低阻力流动性作为目标位的例子，这是比特币的1小时图。通过观察高低点，我们可以发现上方这些高点形成了一个低阻力流动性池，也就是高点、更低的高点、更低的高点，后面的每一个高点都是更低的，都没有获取前面的流动性。而下方这里这根针获取了左边这里的流动性，
所以下方这里是高阻力流动性。现在价格来到了这个位置，我们测量一下左边这根最长的引线，可以看到价格这根针刚好落在了左边最长的这根引线的中间点 0.5 的位置，让价格继续走。注意，在这个时候，价格向下获取了这里的流动性，同时这里又向上打破了结构。我们可以在这里做多，止损放在下方，止盈放在上方，低阻力流动性的位置，让价格继续走。最终，价格向上来到了这些低阻力流动性的位置，获取了流动性，成功止盈。OK， 以上就是我们流动性指南课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见，拜拜。